们在一开场曾经讲过，就是印太司令帕巴罗所讲的，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会出现一个地狱景象。所谓的地狱景象，就是用大量的无人机、用大量的无人舰，铺天盖地的对对方进行攻击。而这样的一个战法，没有想到在美国进攻伊朗的过程里面，你就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也从俄乌战场上知道说，在未来的战争里面，无人机的角色越来越吃重。而这部分，台湾现在也注意到了，我们现在看到了。美国现在要发展无人机，而且美国现在已经低下姿态哦，我就直接跟伊朗我来学，我来反向工程，我来模仿你的东西。这在过去美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们做到了，做到一架3.5万，也就是100万美金，100万台币的无人机。现在我真的要做到 cost down， 他要跟谁合作？施总？他们真的要跟台湾合作吗？没错，实际上这一次在这个狙杀哈米尼最重要就是 Lucas 的这个无人机。刚才如同刚才讲到了，一台可以降到3.5万，这是美国来说的话前所未见的局面。所以呢，它能够制造力能够这个降到这么低的这个状况，表示它需要制造成本很低。那你要制造成本，全世界无人机目前为止最会做无人机的，当然毫无疑问是中国。对，除了中国之外来说，台湾供应链是非常重要的。台湾会做吗？台湾可以做，只是说台湾的零组件那些都可以做。最核心的，包括说你这个核心的这个飞机的相关的这个零组件没办法做之外，组装台湾是非常厉害，所以台湾可以透过 cost down 的方式。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军购预算里面来说，就有3000亿是要留在国内，要制造说，那我们的这个关键零组件的自制化。那尤其是我们的无人机这几年我们有外销，我们有外销到乌克兰啊，外销了很多地方去。我们今年的产值已经来到129亿，比去年大幅成长在2.5倍，对，未来会越来越多。好，那为什么美国希望说？我那时候非常惊讶的是，我们的无人机居然大量卖到了波兰。是，那为什么大量卖到波兰？因为他们也不相信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产品。没错，所以台湾变成我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角色。对，好，那不只是这样，我们就说台湾需要美国的技术，所以你看，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授权法，是要求川普启动台湾跟美国的无人机的合作，而且他借由所谓台湾的电子的制造能力，要打造非鸿供应链，这是美国说的哦。所以就说不要有中国，那你当然只能依靠台湾。好，那除了美国依靠台湾来说，他也希望台湾自己建造我们自己的无人机。为什么这样讲？刚才宝杰不是讲到一个重点吗？数量是很重要的。对，你不能够第一波被打完之后呢，你就没有了。所以你现在他要求什么？台湾你不是只有要买我美国的，你自己本身也要强大的这个制造能力。万一呢？作战开始，台湾已经被封锁之后，你要自己能够生产你需要的无人机。也就是过去我们在生产无人机的时候，我们的核心技术没有。是，可以这样的，不管是 Penguin， 不管是 Firestone， 他们是可以把哪些核心技术给我们台湾呢？对，简单来说，包括说，你看这里面来说，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导弹的这个所谓导航系统，我们怎么去导航？再就是这里面有AI 辨识能力的这些判断的这个晶片啊，判断的技术，还有平台整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台湾最缺乏的。它只要把这些补好之后，我们台湾要做零组件，这个机身的零组件啊，或者里面的很多这个镜头啦、晶片，他们都能做。我们只是没有相关最高深的这个技术。美国只要愿意给我们的话，台湾的无人机供应链绝对可以在很快的时间里面就可以完成的一个情形。可是大家不是讲说，现在的无人机里面还是中国最厉害啊，大疆无人机最厉害，又最便宜啊。对，我们今天真的能够跟人家竞争吗？或者是说，其实一样，在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这个最高层的技术里面，对，美国还有领先的空间吗？应该这样讲了，美国的在这个高深的无人机就是技术能力来说的话，其实美国不会比中国差，甚至还领先中国。但是中国就是数量很大，因为它可以制造出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它可以 cost down。非常非常的厉害，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美国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它的产量不够多，它的成本不够低。那你要产量多、成本低，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就是台商供应链。好，所以吴总刚刚讲，从俄乌战争开始，我们就知道无人机非常的重要。而这个部分，今天台湾赶得上吗？今天这个重要的技术进来以后，台湾真的可以大量生产吗？我觉得你刚刚讲一个波兰开始买无人机哈，然后不买中国的，因为他不相信他。这个相信两个字，把它改一个另外一个名词，不信任他。一个就是他不是相信，是信任。所以非鸿供应链这个概念啊，它是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就是你看到大疆一定比我们便宜啊，对不对？中国无人机全世界最便宜的，可是美国会买吗？不会，对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在非鸿供应链里面属于核心的、可靠的、可信赖的。因此，这里面呢，你看另外一个国家，你看最近的这个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它现在推出来的第一个军事的它的概念里面是跟欧洲合作做什么东西，也是做飞机，做的第6代机，第6代机里面的
它的母机本身是攻击机啊，然后带的僚机全部是无人机，那就是跟意大利合作，第6代机全部是无人机哦，僚机是无人机，所以这个已经是另外一个新的这个整个作战概念了。那台湾做无人机来讲的话，本身这个本来一定是必然是在整个就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里面优先的一个被信赖的一个对象，所以信赖我有点拍成马屁，我信任好不好？讨厌讲信赖，信任好不好？那信任 trusted 就是 trust，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不只是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就是说以日本的概念来讲的话，这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叫做安全经济。就你现在做的经济产业本身呢、要安全化，就很多不只是军火、哦，你看到了那个 COVID-19 的时候，美国人在缺什么？口罩供应链把你搞挂掉啊！那谁敢买中国的嘛？没有人敢买中国的产品。那他不是说到时候现在很便宜啊，打仗不给你，不是大家傻眼啊？所以以后全球未来20年内都会变成飞鸿供应链跟中国供应链。那我们台湾有这个机会。而在这个全世界要扩张这个军事预算的时候，我们刚好用这个所谓的1.25兆的国防预算，同时跟我们的经济的产业政策结合的话，我们就可以外销美国及美属的重要的欧洲、北约、日本这些国家。真的像世忠所说的，除了那个最核心的或者这个跟星链连接的那个部分没有以外，我们其他我们都可以自己做。不，核心的定义是什么嘛？本来这个没有什么叫核心不核心，这是阶段性的核心嘛。因为最重要，你刚刚讲的核心是 C4SIR 对不对？那个是核心啊，那个就是美国是全世界最厉害的什么软体嘛，台湾最厉害什么是硬体嘛。所以我们只要硬体的不断的成就，美国的软体不断的成就，美国就做不出硬体来了。所以我讲的是整个大概念来讲的话，就是经济产业的概念。必然跟你的国家安全发生一个挂钩的关系嘛？那这个现象已经是全球化的现象，所以你有北约，你有韩国，你有日本，还有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在美国的供应链当中，在军售的过程当中，然后包括技转，这个时候来讲会走出另外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知道对战争你有基本了解，都知道战争其实就是一个生产力的一个对决。美国可以在20世纪上扮演重要角色，就是因为它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生产飞机、生产大炮、生产军舰。现在如果你今天我们要面对中国，你没有任何生产军事器材的能力的话，你是无法面对的。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荷姆斯海峡，因为如果这个地方被封锁的话，全世界的油价、全世界的航运都会受到极大的一个冲击。所以你是关心这个部分的。是。现在荷姆斯海峡的发展到底如何？对，没错，这一次这个所谓以色列这个跟美国入侵这个伊朗之后，大家都在关心这个油价的这个走势。好，那目前为止来说，伊朗有可能会已经封锁了部分的荷姆斯海峡，所以你看，事实上从昨天到现在已经传出三艘这个油轮的被攻击的这个事件。那3艘油轮被攻击的这个事件里面来说，我们可以大家看到，因为荷姆斯海峡它在这个中东的石油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约莫每天大概有1400万桶的原油会经过荷姆斯海峡这个地方，然后大概占全世界的这个所谓需求量的20%，所以这20%的这个需求量，如果真的被中断运不出来的时候呢，当然会对油价有上涨的这个状况。那尤其是受伤比较大会是什么地方？大部分就是日本啊、台湾啊、韩国啦、印度还有中国，大部分的这个石油生产石油来源都是来自荷姆斯海峡。那大家非常关心就是。因为我们的天然气都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是。那如果这边挡住，我们的天然气的这个所谓的存量只有14天，对。那如果这个地方挡到我们的台湾天然气会有影响吗？对，目前为止来说，当然我们在想办法多元化，我们的天然气是从卡达这个地方，可能都多增加，包括说像印尼或者其他地方的这个所谓运输过来的一个情形。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为止来说的话，全世界的航商怕什么？我跟他讲，现在有封锁跟这个没有封锁跟封锁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现在对船商来讲的话，船商不见得愿意把船开过去，因为第一个，我在这个原油才一艘原油我才赚几百万，就万一我被打掉的时候，我油轮啊就完全挂掉，风险。那对，不只是船商不愿意，连船员也不愿意。对，船员说我赚你这一趟，结果我被杀掉，那我何必？所以船员也不愿意。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每一艘油轮出去的时候，其实最后都是要保险。
保险公司跟你说，我这一艘船呢，如果万一被打掉的时候，保险要多少钱呢？你知道现在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承担哦，因为什么？因为你去那边太风险了，太危险，所以等于是这样，保险公司就有点类似我们出国的时候，你到危险的地方，人家都不给你开保单，那不给你开保单的时候呢，这些所谓的运输商来说，他等于是他就不愿意去了，因为我没办法买保险，所以我就说，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一开始的时候，伊朗是不需要封锁，也可以达成实质封锁的这个状况，但是接下来的话就要看。美国一定想办法要证明说这个航道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大家可以来，但是我觉得还要几天的时间，就让大家都信任说没有油轮被攻击了，然后这个可以自由航行的时候，荷姆兹海峡自然而然就可以打开，打开了之后，那油价到时候就会有滑落的可能性。当然，对于全世界的经济的影响就比较小。可是伊朗现在不是疯狂吗？他现在不是飞弹乱射了吗？对，没错，目前为止来说是不断的射啊，但是问题是，美国现在也说你可以跟我谈判啊，如果你真的再继续攻击的话，我还会用更大的手段来对付你嘛，所以我才说这其实是个动态。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